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在中国的《山海经》中称他们为共工氏。在国语、鲁语上记载呢，共工氏之伯九友，伯九友呢，也就是称霸九州，是说共工氏水神一族是九州的霸主。而亚特兰蒂斯呢，在鼎盛时期呢，也非常强大，一度也是称霸世界，是一个强大的海上帝国，曾经征服了欧洲很多国家。难道远古神话中所讲的共工氏就是亚特兰蒂斯一族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嗨，大家好，小唐。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亚特兰蒂斯在哪儿。在美洲的东部与地中海之间的大西洋上，原来存在着一块大陆，既是亚特兰蒂斯大陆嘛，也叫大西洲。那么这块大陆起源于墨西哥，东至直布罗陀海峡西侧，是一片广袤的大陆。而亚特兰蒂斯的科技文明远超今日的世界，曾经是西方文明最发达的地方。有些人认为我们这一次的文明呢，是人类历史上最发达的，而事实上恰恰相反，本次人类文明算是少有的低度发展。与亚特兰蒂斯文明相比呢，我们现在的文明根本就是不算文明。因为当时的亚特兰蒂斯人使用的一种透明矿物晶体呢，叫磁欧石，能够提供能量。而磁欧石呢，是一种高密度的能源，透明，类似于水晶和钻石。它是亚特兰蒂斯人的能源中心，而它的作用呢，就是为整个城市提供能源。在科里西亚斯当中，柏拉图就记录了亚特兰蒂斯沉没之前的情况。他说呢，在地中海西方遥远的大西洋上，有一个令人惊奇的大陆，它被无数的黄金与白银装饰着，而出产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叫山铜。它们有设备完善的港湾和船只，还有能够载人飞行的飞行器。它的势力远及全球大陆。而亚特兰蒂斯呢，又称大西洲，其国称大西国，是大西洋中一个巨大的海岛。海岛沿岸多山呢，中间是一片开阔的大平原，岛上矿产丰富，动植物繁多。而首都位于岛的中心，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市中心是王宫和供奉海神波塞顿的神庙，而神庙富丽堂皇，装饰奢华。主岛上有3条宽阔的运河环绕，主岛呢被划分为数个同心圆区域，另一条运河呢就从中心贯穿各区，直通海岸。所以亚特兰蒂斯经历了10个皇帝。开始时以德治国，国势一直很强盛，各国的朝贺者呢和商队源源而来，热闹非凡。但是随着生活的富足他们圣洁的一面慢慢就消失了。而亚特兰蒂斯的社会就开始变得腐化堕落，他们利欲熏心，只知争权夺利，他们抛弃了应有的美德，崇尚武力和暴政，频频对外发动战争和侵略，陆续就征服了当时的欧洲、地中海以及埃及各地。因此天神宙斯决定要惩罚亚特兰蒂斯人，而柏拉图的记载呢，到此居然就中断了，就很奇怪。而无独有偶呢，世界上刚好就有一位能够回忆起自己前世的是在亚特兰蒂斯生活的人，他的名叫英格利特·本内特。从他的描述呢，我们又能够隐约地感受到柏拉图所没有记载到的一些高度文明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提醒了我们当今的人类思考为什么亚特兰蒂斯会毁灭的线索。他的回忆中就告诉我们，亚特兰蒂斯人呢具有相当高度的科技发展，比如说运用水晶作为能源。当时一颗巨型的水晶呢，便足以供应整个城市的能源需求，而水晶呢，也配合着草药与芳香呢，来替人们治疗疾病。这些发展的基础呢，是将精神与物质当作同一性质来看待。而英格利特回忆当时他是掌管这个水晶的能源祭司，要确保能源发电正常运作，依靠的不是高超的技术，而完全是凭借着他那颗坚韧的心。亚特兰蒂斯人对于身心的治疗也运用了身心合一的概念，以音乐治疗耳朵，芳香治疗鼻子。他们强调的是看不见与摸不着的能量和磁场的应用，认为精神不是空泛的，而是确确实实可以改变物质状态的东西。在交通工具上呢，亚特兰蒂斯人也运用磁场来驱动类似于飞碟的飞行器。而亚特兰蒂斯人呢，在精神与心灵上的开发是整体和谐的宇宙观。心灵高度开发的人被选作讯息传递的中继站，就好比现在的卫星的接收站一样。也就是说，精神对于当时的亚特兰蒂斯人已经成为一种有形的媒介了。他们不用今天我们所谓的通讯，而一般人呢，运用心灵与动物沟通，与海豚做心灵对话，更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亚特兰蒂斯人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它存在的价值与对整体的贡献，但是心灵高度成长的人会被赐予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相较于现代人呢，对于儿童才艺的培养，在亚特兰蒂斯的社会对儿童的教育反而是着重于心灵成长的开发。幼儿的健康成长依赖的是心灵培养，而不是营养丰盛的科学食品。所以积极向上的想法和振动频率呢，是他们学习期间的重点。
他们认为这能够使得灵魂达到它最高的潜力，因为身体和头脑的振动频率越高呢，灵魂的振动频率就会越高。而一个人内在的意识它越积极它就越反映在他外在的意识和潜在的意识上，两者和谐一致，就会带来积极向上的世界。而如果两者不能够一致的话，人们就会沉迷于贪婪和权力。所以他们的学童会透过类似于打坐、冥想活动呢，来开发自己的潜能。亚特兰蒂斯人就认为，唯有身心一致呢，才能提升，使人类发挥最大的潜能。所以他们的学童的志愿不是当官，不是赚钱，反而是想在60岁能够成为一位受人尊重的智者。他们亚特兰蒂斯人的寿命是一般可以活到200岁左右的，因为智者可以为其他人呢指点迷津，传递天象与预知未来，将一切的人事物导入最和谐、最适当的位置。所以在这样一个思想和心灵至上的地方呢，人们对于野蛮粗暴的定义标准要高于我们现代很多。所以在亚特兰蒂斯呢，当一个人试图去控制他人思想的时候，则被视为禁忌。可是因为亚特兰蒂斯人过分强调于对个体的尊重呢，认为自己要为自己的心灵成长提升和负责，所以对一些野蛮与道德下滑的现象并没有给予惩罚。在当时并无婚姻制度，导致有些亚特兰蒂斯人呢生活产生乱象，通常在精神上他们就失去了平衡，被认为是不成熟的。但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并没有被制止，整体道德下滑的情况下呢，也出现了科学家为了个人的名利去改变宇宙基本元素来调节气温、净化空气等手段，试图呢充当上帝。而许多的智者对这些行为都提出了警告，无奈多数的人都听而不闻。从英格丽特·本内特的回忆中呢，我们就发现亚特兰蒂斯人发展的科技与我们这次文明的科技发展截然不同，甚至对物质上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科技呢，就如同我们古代的科学走了另一种精神发展的路线，而听起来呢，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相较于现代人，亚特兰蒂斯人的心灵的能力是被重视的，而现代人重视的是聪明才智、知识的灌输，却忽视了内在的力量。即使是这样发达的文明最后仍然避免不了毁灭，原因呢，就值得我们现代人深思。柏拉图呢，在谈到亚特兰蒂斯毁灭时曾描述，海神传下来法律呢，使得亚特兰蒂斯人民世世代代安居乐业，而海神的公正更获得了天下人一致的敬仰。这些法律是由早期的那些国王刻在一根山铜柱上，而山铜柱呢，就放在岛的中心海神庙里面。可是亚特兰蒂斯的社会开始腐化了，民间竟然崇拜起了贪财爱富和穷奢极欲的各种伪神。从柏拉图的描述中，我们就知道了，在古老的时代呢，亚特兰蒂斯人遵循着海神的律法生活，他们安居乐业。然而，安逸的生活并没有使人们更加的感谢神的恩惠，反而满足了更多的欲望。人们就开始崇拜起了各种伪神嘛，于是人们的行为就越来越不正当而不道德。然而人们不知道这样做后果很严重，反而变本加厉地追求利益，还为了自己的能力而感到了不起。当时的科学家对于为了利益和荣耀而想控制4大元素，他们妄想扮演上帝，而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这最终就导致了亚特兰蒂斯的崩溃。而本内特小姐就描述了当时人们的反应她说，在我生活的时代，我们知道亚特兰蒂斯世界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知道这一点，但是大多数人刻意的忽略它，或是对这些不感兴趣。少数人作恶犯错，他说还不可怕，可怕的是当多数人忽视错误，到纵容变异，进而默许邪恶，是非不分，对错模糊，而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就形成了道德大滑坡。那就意味着整体文明被推向了没落。在一个原本风和日丽的正午的时分呢，他说突然亚特兰蒂斯的岛的海底就开始了强烈的板块的升降运动，而地球板块剧烈的升降冲击呢，就引发了大地震。当时他们地面上的大楼上上下下的颠簸震荡起伏，同时大地内的岩浆喷发而出，火山爆发了，地也塌陷了，同时引发了惊天海啸，伴随着台风，大海掀起了100余米的巨浪，仿佛天塌地陷一般。在陆地下沉的时候，海水瞬间吞噬了一切，最终呢淹没了大地。此时的大西洋像沸水翻滚一般那种状态，人们四处逃散，但是不是被海水吞噬就是跌入火坑，嘶声尖叫不绝于耳，仿佛来到了世界末日。所以一夜之间呢，亚特兰蒂斯就沉入了大西洋中，从此长眠于海底，而岛上的人全部葬身鱼腹，一切关于这个文明曾经最辉煌的都化作了一个美丽的传说。亚特兰蒂斯大陆的沉没呢，在大西洋两岸就造成了巨大的海啸，沿岸的诸多文明因此也受到了摧毁。欧洲、非洲西半侧、美洲的东半侧尽被水淹，满目疮痍当时的世界人口锐减，而当时的大地震还导致了南太平洋上的母大陆同样也沉入了海底。
首先来自于猛烈的火山爆发，母大陆也发生了可怕的轰鸣，刹那间天崩地裂，火山狂喷，岩浆横流一座一座母大陆上的城市都被熔岩吞没了，导致天空染成了红色，仿佛也是世界末日。整个大陆呢变成了一片片废墟，然后在隆隆声中就下沉。太平洋沿岸的人都明显的看到了海水仿佛被抽吸一般的向东南方向而去。但是海水突然退去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嘛。经历过大海啸的人都知道，海啸来之前呢，海水会异常的退去。当它再次光临的时候，就是排山倒海的巨浪。而这一次海啸像是母大陆沉海所致，其气势与危害呢，比当时南亚的那个大海啸要大1000倍。高达100米的滔天巨浪咆哮着从海上滚滚而来，席卷一切，就如蓝色的群山压顶一般。所有的人都吓得惊叫奔逃，但是人类在海啸面前是多么渺小呢？谁又能够逃得过此劫呢？在海啸的冲击下，环太平洋的国家顷刻间都成了汪洋。那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呢，幸存下来的文明不知都倒退了多少年。而这一场远古的大洪水可来头不小它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泛滥的神话。而这一场大海啸呢，刚好与《山海经》中共工与祝融打仗，说祝融因给人间带来火呢，所以得到了百姓的尊重。共工很不服气二人呢在天地之间大战，共工不小心打了败仗呢，恼羞成怒之下呢，一脑袋就撞向了不周山，结果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乃至于发生了大洪水。之后就可以接上我国大禹治水的那个传说了嘛。比如说圣经当中描述是上帝降下大洪水，而诺亚靠着诺亚方舟存活了下来。希腊神话当中是宙斯降下洪水，灭掉亚特兰蒂斯城等等。其实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大地震呢，让亚特兰蒂斯与母大陆岛屿的沉没而引发了超级大洪水，同时呢，也是《山海经》中的共工氏的衰亡。关于大洪水的时间呢，根据苏美尔人的史诗当中的记载推断呢，大约是在6000年前左右。而这个时间与史书中的武帝时期洪水泛滥的时间大体是吻合的，大约是在5000年到6000年左右这个时间。可为什么全球性的大洪水会集中在这个时间段呢？日本的学者宫本一夫呢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论述。他说，在距今10000到40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里正处于地质学上的小仙女季。大体上的特征呢，是由于地质改造的关系出现地震，而地球迎来了剧烈的环境变动，导致了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导致了亚特兰蒂斯与母大陆2个海岛的沉没，就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大洪水。那么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证据呢？还真有。柏拉图在另一本书里面他写到了另一个叫做欧利哈康的东西。他说这是在亚特兰蒂斯都会看到的一种东西，叫山铜，音译叫奥利哈康。是古希腊、古罗马文献中提到的一种传说只存在于亚特兰蒂斯的神秘金属，它被描述为金黄色的铜合金。关于它的记录首次出现在柏拉图的作品《克里提阿篇》，它里面就描述山铜的价值被认为仅次于黄金，只存在于远古亚特兰蒂斯的许多地区，并广泛的运用到宫殿、神庙的装饰之上。有人把它与密银、水晶并称为3大魔矿。没有想到在西西里岛附近，意大利的外海就发现了一艘在2600多年前的沉船，里面就发现了39锭叫做新陨石的东西。那个陨石呢，就是山铜，而山铜是某种合金，所以真的在地中海靠近意大利这一带发现到很多关于亚特兰蒂斯提到过去的东西。而另一个事件呢，就是在1962年，前苏联有艘科学探测船无意中在巴西的外海发现了一个类似于人鱼的生物。这艘探测船呢，原本是想寻找另一艘沉入海底的货船寻宝的嘛，但谁知他们的海底摄像机无意中拍到了一个眼睛会发绿光的奇怪海底生物。当他们仔细一看的时候，这个怪物看起来像是人鱼，而它身上居然不带任何潜水设备。船上的专家就感到疑惑，人类是不可能在不佩戴任何潜水设备的情况下潜到900米多深的深海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生物呢？正当所有人疑惑的时候，这个类似于人鱼的生物似乎发现了他们的海底摄像机，于是就徘徊在这个摄像机的周围查看，很好奇。那于是呢，大家就放了一个笼子来引诱，想要诱捕它。没有想到居然真的把它给捕捉到了。当把它拉上来的时候，他看到船上的人类像看怪物一样盯着他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惊恐的表情。突然之间他开始仰头大叫，当时的人们描述说那种声音类似于鲸鱼的声音。叫完之后呢，所有人看到他全身大约有半米长，头部有脸有鼻，眼睛嘴巴手都非常像人类，而下半身没有脚，是鱼尾，皮肤上布满了鳞片，然后还会说话。他说了一句放了我吧，我是亚特兰蒂斯人。在场的人当时都傻了，都不敢相信。他接着讲呢，说数百万年前他们的文明就已经存在了，当时他们的种族统治了整个地球大陆，
在1万多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伴着山崩地裂呢，他们整个种族和建筑呢都被沉入了海底。专家问他：你怎么会讲人类的语言呢？他说：我们的种族不仅会讲地球上任何的语言，还能变成人类的样子，定期到大陆上去观察人类的生活，以此呢观察人类是否做出任何威胁到他们种族的事情。而专家又问他：现在你们的种族生活在哪儿呢？可能是怕人类会做出伤害他们种族的事情呢，所以他只说生活在海底的某处，并没有详细的透露在哪。从他的话语中可以得出，亚特兰蒂斯文明至今仍然还存在，而且还是个具有300多万人口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上岸后呢，由于这个人鱼小孩就被送到了一个秘密的研究基地之后呢，就没有任何消息再透露出来了。当然了，目前以人类的科技水平来说还是无法证实亚特兰蒂斯的存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更迭与进步呢，只能等未来的某一天去发现这座神秘的大陆了。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